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就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蓝图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，老虎也有它的温柔之处。所以让谁会抓住幸福充满脚步，驾驶这一路最美的国度，穿越流言才能遇见祝福，时间会把我倾注。所以要学会满足，而不失去羡慕，每份关心都是我的礼物。也许前路有很多未知数，爱会把手牢牢地牵住，爱会让幸福越来越清楚。肢体也太僵硬了吧？应该表现得自然一点。这也难怪呀，毕竟是第一次跟异性拥抱，能有这样的表现，也算勉强及格。哇！怎么这么甜啊？没得喝，上班啊？嗯，哎，问你啊，你现在嘴巴里有没有在吃东西啊？什么？哦，我是担心你又……你又想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啊，没有，我什么都不说了。那就好。但是，我决定用我的行动来表达我的诚意。鲜花配美人。张国强，没得喝。对了，蛋糕是我自己做的，希望你会喜欢。I love you， 小美。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哦，我妹妹送的，谢谢我在她出国的时候帮她照顾2个小家伙。哎呀，如果是男朋友就好了。对不起啦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我们就一边开会一边吃蛋糕吧。安，麻烦你了。好的。等一下。我自己开，你去拿盘子。Yes, madam. 这家伙不会在蛋糕上写什么奇怪的字吧？哇，漂亮啊！是啊，麻烦你切给大家吃了。好的。好，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要讨论监犯在教育的问题。 Madam， 里面有张小卡片耶，上面有字。是吗？写什么？等等，自然是你。我妹妹就是这么夸张的。还有，绝不放弃追求。
妹就是这么喜欢捉弄我的。开会吧。麦哥，过来打球哎！不行啊！麦哥，就是他，快叫麦哥！麦哥，你就是诗人呐！正是在下。麦哥，我刚知道他还当过编剧呢。编剧？编什么剧？电视剧。啊！哇，编电视剧编到监狱来啊！真的这么难混啊？喂，说真的，你犯了什么罪？卖白粉？啊不，没那么大的本事，我只是卖逃税香烟。哎呦，逃税烟，编剧这么难混啊？你是诗人，又是编剧，跟我写封信没问题吧？小事，既然麦哥开口，小弟恭敬不如从命啊，势必全力以赴。你看，文人说话就是不一样，来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想写一封信给我女儿，内容呢就是跟她说我怎么的想她，然后爸爸出去了之后呢，要好好的做人，大概是这类吧，没有问题吧？啊，没问题。那你写这封信需要多久的时间？啊，1根烟的时间。啊！我为了写这封信，头痛、肚子痛、痔疮也痛，都写不出来。你只是1根烟的时间。麦哥，人家是咬笔杆的，跟我们不一样。啊，对。好，拜托你帮我写这封信。好，你写好了之后呢，来找我，包在我身上。好。Come in. Good morning, sir. Good morning， 请坐。 Thank you, sir. 学美，我叫你来是有件事想要和你谈一谈。Sir， 我知道我这个人的毛病，有时候对囚犯说话太直接，让他们觉得不好受；有时又爱理一些不该插手的事，我会检讨改进的。其实你的出发点也是为他们好，这一点我想他们也是可以了解的。有个前囚犯的来信，他说很幸运的可以遇到像你这么好的监狱官，你不但没有看不起他们，而且还非常的关心他们，让他可以下定决心痛改前非。有你这么好的属下，也是我的幸运啊。Sir， 你是不是要把我调走？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因为我突然想起2个成语，是什么？说来听听。笑里藏刀，先礼后兵。我有这么奸吗 ？Sir， 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吧。好的，我就直说，你去放一个长假吧。Sir， 我犯了什么错？你没有犯错。那为什么要我放长假？因为如果你不放假，我就有麻烦了。你积累了太多的假期，你老是不放假，我老是得向人事部去解释。你就当做是帮我个忙，趁现在人手可以调派的过来的时候，赶快去把假给清了。OK， 就这样。假单我已经给你批好了，签个名就可以了。Sir， 我好好的去谈个恋爱吧。OK。蛋糕还挺不错的。Good morning, Madam Ho. Morning。 Good morning, Madam Ho. Good morning。3712， Yes, Madam Ho. 听说你老婆昨天来探监了。对啊 ，Madam Ho，这真的要谢谢你啊。谢我？ Madam Ho，
我听了你的话，写信回去跟他说，我错了。我出去后一定会好好做，当个好丈夫，他才来看我啦。说自己错很丢脸吗？为什么要压低声音？有错就改，那才是勇者所为。Yes, Madam Ho。我跟我老婆说，我错了，我出去后一定会好好做人。她昨天就来看我了，她还跟我说，如果我能说到做到，就再给我生多一个。你看，大家都为你开心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喂，他的信是不是你帮他写的？不是。你的信行不行啊？放心吧，麦哥，我已经用了10成的功力了，不信你看看。不用他了，相信你了。他来了，你先闭吧，闭。Morning， Morning, madam. Good morning。哎呀，0368，为什么苦着脸？没什么，痔疮发作了。有没有 report sick？有，拿了药膏了，涂了。我最近还有点咳嗽，那医生也帮我定了日期，叫我去做 X-ray。Madam， 你交代我写的信，我写好了，你看看。我交代你写的信，原来你不是真心诚意想写的。啊不，sorry， 是我真心诚意写好的，你看看。字写得不错，是吗？谢谢。念念吧。好，还要念呢。我心爱的女儿，爸爸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想你在3月里的小雨，想你在那黑夜的牢里，想你在无名的夜。不是无名，是无眠。哦，无眠的夜，想你在，这怎么念？暗淡。哦，暗淡的月光下，想你想到我心痛，我还在想。念下一段吧。女儿，爸爸已经大什么？大彻大悟。已经大彻大悟，爸爸觉今是而非昨，今是而昨非，今日而昨非，不会再重什么？重蹈覆辙。不会再重蹈。够了，这就是你要跟你女儿说的话吗？什么3月的小雨，暗淡的月光下。Madam， 你想都知道这种话不是我说的。哎呦，我自己看了都想吐啊，更何况是我女儿。什么诗人编剧，简直是骗人的。你别怪人家，对方又不是你，怎么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？我倒是要问你，真心诚意给女儿写封信，真有这么难吗？ Madam， 问题不是难不难，我真的，哎呀，尽力的写了，就是写不出来吗？与其请枪手代写这种言之无物的信，不如真心的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我为了这封信啊，急得我连痔疮都破了，我差点血都要吐出来，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啊！你女儿不肯来探监，你又写不出信来，看来真的是有点棘手。那怎么办 ，Madam？ 你一定有办法的，你帮我想想吧，拜托你了。好，哎呦，
如果没有被公司炒掉的话，今天就可以看到柔雅了。全公司的人都不理我，柔雅也会不会不理我呢？她会不会偶尔的想起我啊？哔啵哔啵，干嘛？送你去医院呐！神经病！你才神经病嘞！看这偷拍来的照片发呆，不断的喃喃自语。哎，什么时候你跟我搞情商？到底想到办法了没有啊？什么办法啊？对付老虎的办法啊！昨晚我们一致通过，你是家中的长男，所以你负责武松打虎的角色。你们真的很厉害哦！老虎我打，办法我想，你们坐在那边干嘛？坐在那边看小眼抓呀？哎，我们是不想伤你的自尊心啊。什么自尊心嘛？我们是可以出主意的啊，可是到时你就会说，干嘛要听我们的指点啊？是不是不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啊？像你这种心灵容易受伤的人，很麻烦的。很麻烦。我看最麻烦的就是你吧，而且超级讨厌了，永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高人一等样子，去死吧！哇，大发雷霆哎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把这个气势带到职场去，你肯定天下无敌。问题是，你有这个胆吗？啊，人家向你挑战，你敢接受吗？就算你接受，你打赢人家吗？哎，不要多说，来试试看，来啊！你脑子有问题啊！我才不会像你这样野蛮的，整天找人家挑衅。那你到底想到办法了没有啊，老大？我想到了啦！早说嘛！那你坐下来，我跟你讲。我会去跟那个女人说，我们一家人呢，其实都不愿意接受她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。OK？ 干嘛啦？哎，你讲话啊！我已经进入无语状态。怎么又无语了？无语就是基本上连反应都没有，可见说话的人的白痴程度已经到至高无上的境界。白痴！王八蛋，你说什么？哎，我看你是脑袋生锈了，明知道这招不管用，连攻击方式都不会改。哇！哎，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早就帮你做好你该做的事了。什么事啊？你做了什么事啊？等着看好戏吧！啊？什么啊？哎呀！你们在看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们的反应好像有些反常哦。你们到底背着我在看什么？我们在看哪里有好吃的，想欢送买的不？欢送我？我辞职了吗？你难得放长假嘛，所以大家决定欢送你去度假。哦，放假都有得吃，太感动了。那，这是我放假期间的工作分配。哈？拿来。拿什么了，Madam？你的平板电脑。哈，不要了，Madam。就知道你们有些古怪。你们到底在看什么好料？藏起来不给我看。真的没有啦，Madam。让 Madam Hall 看吧，他至少都会知道的。好吧。有人在网络上上载了一个视频，还留了一段话。这个女人有点像我。啊，真的是我啊？怎么被拍到的？高级监狱官贺雪美，我知道你已经到了标眉已过，也就是急着要把自己嫁掉的年龄。可是搞到要去勾引4个孩子的爸，还主动当街投怀送抱，也太免费大赠送了吧！请不要再勾引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家不是监狱，不需要一个监狱官。不行，真的是不行。
这样被拍到，真的是不行。Madam Ho，你不要太在意，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录影。糟糕，真是糟糕。 Madam Ho，依我看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老实说，比这更糟糕的我也看过啦。对啊，可是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新手啊。当时我已经觉得自己很生硬了，真的没想到生硬成这个样子，像个机械人一样。不行，下次我一定要拥抱的自然一点。但是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的交往并不是那么的平坦，至少还没有过到孩子的这一关。Madam Ho，不要气馁，我支持你。安哥方好像急着要把我嫁掉哦。Madam Ho，我也支持你。 Thank you。告诉你的 Mr. Right， 他的蛋糕很好吃。哦，那不是他送的。你还有另一个追求者啊？哦，那不算，那只不过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瞎胡闹罢了。Boss， 你果然太久没谈恋爱了。人家说追女孩子要打铁趁热，一刻都不能松懈，尤其是在开始的阶段，要不然煮熟的鸭子都会飞走的。飞走？我做错什么了？刚才我问你给贺小姐送花了没有，你怎么答？没有。那发了示爱的短讯了吗？早上发了个问候的短信。问候 ，Good morning 点之类嘛。别好像留点肉麻，我直接称呼他名字啊。我的天哪，连爹都省了，因为他是你的客户啊 ，Boss。谈恋爱是要讲罗曼蒂的。我们不是年轻人了，浪漫的爱情是年轻人谈的，我们是细水长流。我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努力工作，努力赚钱，为将来做好准备。也对了，那些友情饮水饱是骗人的，爱情和面包还是面包重要。不过 ，Boss， 赚钱重要，看紧钱也重要。什么意思啊 ？Boss 说最近好像失了魂一样啊，不时查看账簿，又看银行接单，有可疑。不要乱说。OK， 我说一嘴 ，check stop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干嘛愁眉苦脸的？哦，没什么。我岳父要动手术，我老婆吵着要让他进私人医院，还要住单人病房。那有没有买保险啊？就是没有咯。医院现在又催着要交保证金，整万块啊！我到哪里去找？喂，那你的钱呢？不要跟我说又拿去贴小三了。还什么小三？人家嫌我寒酸，早就不见踪影了。唉，都怪我啦！当初为了帮你解燃眉之急，才骗我老婆说我们这盘生意很好赚，她才肯让我把那20万定期拿出来。好了，现在她真的以为我很好赚，每一次签卡都不必考虑的。我每一个月只是还卡账啊，都还到我手软。没事了，我自己会解决的。可以解决啊，就不用那么愁眉苦脸了。那公司有笔流动资金，你先拿来应应急吧。那谢谢你哦，我先支一个1万块吧。好吧，支票拿给我。喂 ，Hello， 姐夫。小林啊，我还给你的租金收到了吗？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跟一个叫什么贺雪美的女人在一起啊？哇，你消息那么灵通，人在澳洲也知道。哈，视频都上网了，怎么不知道啊？视频？什么视频啊？你跟那个女人当街搂搂抱抱的视频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？出来！全都给我出来！什么嘛？还以为放假可以睡久一点。我问你们，是谁把我的视频上载到网络上去的？什么视频？什么网络啊？哎，听得懂吗？我哪里知道啊！我才刚从床上爬起来，还没有跟这个世界接触嘞。这视频是不是你们把它上载到网络上去的？视频是你拍的？你还说不是你？是我拍的没错，可是上载人不是我。那到底是谁？
你问问大哥吧。他叫我把画面传给他，我不就照做咯。不过我要先声明，大哥是代表我们4个人的，虽然手法偏激了一点，可是上面的那些话都是我们的心声。做对了，而且非常有性格。大哥，我开始对你有点另眼相看喽。浩威，是不是你？什么啊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如果是我做的话，我早就承认了。说。哎呀，老爸，你先别管是不是我做的嘛，反正我们4个都不喜欢这个女人。你要跟谁谈恋爱，这是你的自由，这是你的事。不过我们都不希望有这个女人，这个虎妈做我们家的一份子。虎妈？什么虎妈？爹地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个女人的外号叫老虎啊，可见她有多凶猛。是啊，你想一想啊，你们还在交往的阶段，他已经迫不及待要插手我们的事了。如果你们结婚，那还得了？你知道吗？老虎对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是非常凶狠的。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地盘，他们可以毫不留情的斩草除根，大开杀戒。爹地肯定被他吃连骨头都不剩。所以老爸，你一定要考虑清楚，为了我们啊！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现在抽身还来得及。让他出去。喂，总之啊，我要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，现在不关我的事啦啊！我还有 project 要做，我先走。我当然要上网找工作了。艾比，喂。你不是说要见我吗？你现在没有空啊？那我们1个小时后在老地方见。拜。有没有回学校读书？读得怎样？这样咯。那阿妈呢？她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就这样咯。左一句这样，右一句这样，这样到底是怎样？整天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。那你的手呢？有没有回去复诊？动手术不需要钱啊。都叫你问医生手术费多少钱了，姐会想办法的。想办法？你能想到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不重要，重点是我一定会把你的手给医好。我才不稀罕那种钱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稀罕那种钱。那种钱？那种钱是什么钱？做鸡赚的钱啊！我无所谓的，反正动不动手术，我都无所谓。你无所谓，但我有所谓 ，OK？ 我就是要把你的手给医好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去做鸡，你是不是就看不起我？是不是？这点钱动不了手术，是拿给阿妈看医生买补品的钱。我会打电话给医生，安排下一次的复诊，到时姐陪你一起去。先跟你声明啊，今天找你出来是想要利用你，如果不想被利用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。
想，我什么都可以做的。那如果是犯法的事呢？没问题。没问题呀、犯法的事都没问题。因为是你，所以没问题嘛。再说啊，我有办法让犯法的事成为不犯法。这样厉害。当然，你第一天认识我。怎么了？我的熟客不多，所以就在社交网站上找对象。有个男子说他要跟我交朋友，说时间跟兴趣跟他交朋友，我就直接跟他说我需要钱，结果他就带我上酒店。他大概40多岁。老混蛋。他跟我说他在生意上赚很多钱，那既然那么多钱，我就不想那么容易放过他。当然不可以放过他，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。我想起上一回你用的办法，就跟他说我的男朋友已经发现了我跟他的事情，还很生气，还想要报警。他起初不当一回事，说什么你情我愿，就没有逼我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其实我是偷偷出来赚的，而且还没18岁，还拿了身份证出来给他看。结果他吓到整张脸都变白了。他一定会被吓死。现在谁不知道朴书记的后果啊？一上法庭，他不只会名誉扫地，还得洗干净屁股坐牢。他已经答应拿钱出来了。所以你要我扮你的男朋友，去跟他拿钱了？我是担心这些老男人很狡猾，又不敢找别人，他事情会被闹大。那你找对男朋友了。谁叫我是聪明过人、IQ 爆棚的陈浩莲呢？你跟他要了多少？5000。人家说追女孩子要打铁趁热，一刻都不能松懈，尤其是在开始的阶段，要不然煮熟的鸭子都会飞走的。学妹，你来了，对不起啊，因为客户临时要求换家具，所以得赶过去。没关系。学妹啊，这个送给你。哎，陈凯，你还蛮有创意的嘛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明明买的是花。是不是那个？这个才是我要送给你的，希望你喜欢。花很漂亮，我很喜欢，谢谢。学妹啊，有件事我必须先向你道歉了。是关于视频的事吗？你知道了，其实是我大儿子做的。浩威，你确定？他亲口承认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这牛蒡还不错。学妹啊，你就原谅他吧，我已经叫他把视频拿下来了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你说煮牛蒡排骨汤，你家人喜欢喝吗？啊？今晚我下厨，4菜1汤，告诉孩子们，今晚7点准时开饭。
就是他。老混蛋，恨不得给他一拳。不要闹事啦，我们拿完气就走了。干嘛？他是我爸的朋友。那么巧，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这样算了？当然不能算了啊！我爸的朋友又怎样？一大把年纪还玩未成年少女，最好是报警抓他去坐牢。报警有什么用？报警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要的是钱，要钱医我弟弟，养我的阿妈，你到底懂不懂的？我懂，钱还是照样要他吐出来的。可是他认得我，我不能出面。还以为你可以帮得了我。算了，你走啦。你不要急嘛，谁叫我是聪明过人、IQ 爆棚的陈浩莲啊？只要我灵机一动，就能想到应变的办法。等一下你去跟他说。哇，全部都准备好了，我还想进来帮忙呢。不用了，都是家常菜，不麻烦。我父母早逝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只好担起这个家，煮饭、洗衣都是每天必做的事。都通知孩子们了？慧清和浩威都在家里面，另外2个已经发短信通知了，但是你担心他们不肯回来？孩子大了，不像小时候那样听话。陈凯，我觉得你这句话不对。孩子长大了，应该更听话才对。小时候调皮捣蛋，是因为年纪太小，不懂事，不知道父母的苦心。长大后就应该更体谅父母，更疼惜父母才对，对吗？你说的对，那都是我的问题。他们小时候没有好好管教他们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来不及？为什么？孩子都长大了，根本就不听我的话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孩子长大了就应该更听话才对。就好像小学生，有很多校规约束着，头发不能太长，校服要整齐，见到师长要敬礼。可是有谁会去管大学生的头发长不长，衣服整不整齐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，理应懂规矩，懂分寸。我也知道，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是啊。那就应该做点事。所以即使是大学，也有大学的规矩，大学里也有校长在做督管的工作。在这个家，你是家长，督管的责任就在你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。其实现在很多父母也像我一样，拿孩子没办法，问题来的时候就束手无策了。问题来的时候，不是当作没看见，就是不了了之。结果问题不但没解决，彼此的关系也越来越糟。是啊，当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永远不会太迟，只要有心和坚持。孩子们有没有回应呢？还没有。电话给我，我来打。你男朋友呢？我不是说过，他不出现，我是不会给钱的吗？是我叫他不要来的，我怕他打你。打我？他不是只是要钱吗？他才不需要你的赔偿。是吗？是啊，他很气你，一直要报警。要不是我阻止他，他早就去警察局了。好啦，少在我面前演戏了。叫你男朋友出来，大家面对面说清楚，
我不想这件事有什么后遗症，算我倒霉碰上你了。自认倒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第一次见面就带我去酒店开房，以为给一个100块就可以打发我走，还好意思说这种话。Excuse me， 是我逼你上酒店的吗？ Excuse me， 我年纪小不懂事，行吗？哼，年纪小不懂事。我看你是在社交网站上钓男人，是我倒霉被你钓上了。拜托，不要把自己说的好像是受害者一样，好不好？我男朋友说的一点都没有错，你是个变态的老安哥，整天想玩女人，而且想玩年轻又免费的。拜托，大家出来玩是你情我愿的，我怎么知道你被到18岁啊？你看你这张脸，像17岁吗？那你不会叫我拿 IC 出来给你看吗？是我笨，相信你，行了吧？你果然真的很笨。你在干嘛？录音啊！你刚才那一段话已经被我录下来了。小心啊，我男朋友正在录像当中。Say cheese。他正拿着手机拍着你，我没有骗你哦。哦，你看，他才来了。我男朋友说，你们这些老安哥非常的狡猾的，所以要掌握一点证据，到时你们想赖也赖不掉啦。好了，我认了。这里是5万块的支票，拿了钱，这件事可以解决了吧？安哥，你这张支票拿不拿得到钱吧？拿不到钱，去报警喽。哦，聪明过人、IQ 爆棚的陈浩莲。你是谁啊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到底是谁？哦吼，语气好像有点慌张哦。难道你做了什么若要人不知的事？你再不说我就挂断了。我是贺学梅。你怎么拿到我电话号码的？你不是聪明过人、IQ 爆棚吗？怎么问这种这么一点都不聪明的问题？到底想干嘛？你没看见你父亲传给你今晚7点吃饭的短信吗？看到了。那为什么不回音？懒得回啊。懒得回？那如果你父亲也懒得给你零用钱呢？又来这一招，你以为我会受你威胁吗？我看你不是懒得回，而是怕了我，所以连饭都不敢回来吃，索性来个不理不睬。怕了你？天大的笑话。那好，今晚7点准时开饭。不敢回来的人，就是胆小鬼。喂，你认为你用这种老掉牙的激将法，我就会乖乖的回去吗？反正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，回不回来是你的自由。拜拜。哎，哎。Madam， 你和这个男朋友除了抱抱，还有嘞，后来怎么样了？那天拥抱后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什么又该追逐？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总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。为什么牵我的手？你有得到我的批准吗？猴急，卑鄙！